加拿大對現在的美國霸權，也就是相當於對川普上來之後破壞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場直接性的宣告。林北北干吶，我不跟你玩，我不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個是加拿大總理卡尼，這個會面蠻重要的，因為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上台之後，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訪華了。那這一場會面啊，它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成效。那這次中方也算是派出了很多高級代表，算是相當慎重的歡迎啊。加拿大這個國家呢，真的很大，加拿大是世界面積第2大國，它的面積幾乎是從北極最北的地方僅次於格陵蘭一路這到了這個美加邊界，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長。你看它這個縱深是很高的，南北的直線距離就將近4000公里它的東西橫跨東西5000公里加拿大它的一個特色是什麼？跟美國又有個超長的一個邊界。另外呢，它的總面積來到了980萬平方公里，所以可以說是面積非常大。但是它這個國家的特色是什麼呢？太冷，非常非常的冷第一個呢是東部海岸區，這些早期殖民者不少就是先到了像這些地方不過呢，因為這些地方礙於第一個它真的很冷你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什麼？這是一個溫帶氣旋。為什麼這裡有溫帶氣旋呢？因為它這邊長期是一個比較濕冷空氣的蔓延。我們知道的北大西洋暖流加拿大跟美國看起來很像，但是最大不一樣在哪裡？加拿大的領土基本上在墨西哥灣流跟北大西洋暖流離開的地方，所以它是很冷。它這個冷是透骨寒風的冷，所以很多的殖民者早年到加拿大的时候都直接是凍死了。所以加拿大在進入近代以前它的殖民狀況一直就是不如南邊的美國來得好，因為它的氣候狀況是真的不好。就是加拿大這樣的國土地形它基本上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單獨存在的國家它作为一個單獨存在的國家，第一個極難防守，第二個極難生存。那加拿大最大問題就是它新來的移民自成社區比美國還要嚴重基本上沒有一個什麼統一感所以加拿大這幾年也出現一個移民過剩的一個狀況。但加拿大呢，因為它實在人口實在太稀疏了，所以基本上他們又不太拒絕移民。然後加拿大因為作為一個英語加法語的雙語國家法語呢在這波移民裡面越來越式微，因為印度人去的太多了。那印度人去的特別特殊的是什麼？他們去了很多錫克教徒，錫克教徒扎着一個這個他們的標準扮相這就是錫克教的標準扮相。這個錫克教呢在印度旁遮普省很多，然後有很強大的分離狀況所以加拿大現在的狀況就是呢，它內部跟外部不是很協調。當然因為外部呢現在遇上美國在給他搞事。這一次呢兩國元首會面這個算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川普現在呢正在對西半球加強他的控制力。之前講過 G2 這件事情不是中國怎麼樣，而是美國想怎麼樣。那現在的美國正強推最近出了一個新的消息最近呢川普正在集結2件事。他說要對古巴來進行政權的顛覆，在今年的年底。另外他說要拿格陵蘭後來呢說因為跟歐洲國家有取得了所謂的協議上的進步，所以他就說暫時不動。然後再來下一步就是他對於加拿大呢進行這種不對等的關稅嘛。那所以加拿大它事實上就一直在需求，因為加拿大過去它75%的外貿是美國而且加拿大因為它的水力非常發達，所以它過去鏈旅很多。那美國因為它的建設多而且它的這航空工業發達，所以它的旅需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加拿大其實以前呢作為美國的鄰國，第一個它沒有什麼自我維持的能力。加拿大做了一個兵推2天它要被推平但是加拿大就想尋求一個向外擴展的機會，因為在這一次他們也注意到了，如果去跟美國混，那就被美國吃死死，那75%被吃死怎麼辦呢？所以呢他從中國回去之後，他跑去達沃斯論壇，然後獲得了滿堂喝彩第二個呢是兩國元首的會面，然後並且簽署了一些協議，而這個是有一個很積極性意義的中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我願繼續同你一道努力，本着對歷史、對人民、對世界負責任的態度，推動中加關係邁入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軌道，更好地造福兩國人民。Thank you, President Xi, for your hospitality, for the warm welcome. 第一個見面他有提到，習近平剛才說的是延續了上一次在韓國的時候的一個良好的會面的一個場景。那你就知道那個時候我說川普就這樣回去，習近平留下來，你把主場讓給人家，只是那個效益當時我們主要是聚焦在第一島鏈線上，可是沒有想到呢，更關鍵的是不只是第一島鏈，還有更加的是往前跨越到了美國原本的堅定盟友，那就是加拿大。
那這個時候對加拿大來伸出這個援手，或者呢跟加拿大來接近來友好，事實上啊 G2 呢是表面和諧啊，但是實質上是暗爭我奪啊。這個表面和諧是幹嘛？是避免 G2 的直接性衝突，也就是說我現在美國也鬥不贏你中國啊，當你中國短時間內要把美國給壓倒也不可能，所以呢我們兩個呢透過在表面上的和諧來創造一個避免直接衝突的空間。中美直接開戰的最危險時刻已經過去了，但是這個過去的樣態，它的更核心的內容其實是更加的彼此爭奪。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態度就在川普本人身上，因為呢面對中加發表聯合聲明啊，記者跑去問川普啊，川普的回答是什麼？他說如果你可以跟中國達成協議，那你就應該去做。本來是這樣講的，才講完沒多久啊，川普就警告加拿大，如果加深跟中國的貿易關係將會加徵100%的關稅，突然就炸，前腳才剛談完，後腳就炸，邏輯是什麼？這裡面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細節啊。首先我們先來看為什麼會讓川普有這樣子很不爽的感覺。這個是聯合聲明哦，中國和加拿大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代表什麼？中加是有達成協議內容的。光是聯合聲明這件事就比只有會晤來得更加的重要。不要忘了哦，中美是沒有聯合聲明的哦，但是中加是有聯合声明的哦，這是一個巨大的对比。相當於中美雖然搞不定，美國才宣告他的 G2 世界來臨了，他要牢牢的控制北美洲、南美洲，甚至包括部分的歐洲。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美國最大鄰國加拿大跑去跟中國簽聲明，而且還發表了聯合聲明。剛才說過，加拿大這個國家，它如果說撇除歷史的一些因素，它本身國家要自己生存下來是困難的，因為確實它的整個的生存條件是比較惡劣的。它之所以可以活下來，當年是為什麼加拿大可以留下來？因為加拿大背後就是英國。加拿大到什麼時候才脫離英國殖民呢？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它有一個它很特殊的地方。所以川普那句話，加拿大是美國第51州，你以為是玩笑話，其實那長期以來是美國人的一個當中這些強硬派、MAGA派，他們一種擴張主義，或者是一種他們認為加拿大就應該是美國的一部分。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總理李強邀請，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於2026年1月14號到17號到中國進行正式的訪問。訪問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會見卡尼總理，國務院總理李強同卡尼總理進行會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委員長趙樂際同卡尼總理會見，兩國領導人就中加關係共同關心國際地區問題深入務實建設性交換意見。來，外交語言解答時，第一個這裡有一個細節，習近平開口說是上一次在韓國的 G20 會面談得很愉快，開啟了中加關係轉換向好的一個新的局面。你看到習近平講話的態度跟溫和度是非常非常的和善的，這裡面都是滿滿的各種外交細節啊，有沒有？態度很和緩的，然後其實很和善的。這裡有一個細節，他說是總理來邀請，所以談得很和善來邀請。那為什麼是總理呢？因為加拿大是個內閣制國家，總理其實要對總理。習近平理論上要對什麼？加拿大的元首，就是英皇查爾斯3世來這個做對等。但是當然，加拿大因為畢竟不是英國，他的國王啊沒有辦法隨時隨地的陪着總理到處跑啊。就哪怕是英國，他的國王也不太會陪着大家到處跑來跑去。所以這裡一個細節是由李強來出面做邀請，這是一個對等細節哦，而不是這個習近平。但是呢，習近平親自來會見卡尼，但是會見哦，主要是什麼？是會見，會見就是聊一聊，這個是會談。那為什麼是會談呢？因為總理對總理要把建設性的東西給落實下去，所以叫深入務實建設性交換意見。這是有把事務給落實下去。然後呢，再來這裡還有一個小細節，因為是內閣制啊，所以相當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委員長趙樂際。趙樂際其實相當於是大陸的國會，就是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個相當於是國會議長。所以呢，這國會議長呢，趙樂際來同卡尼會見。那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尊敬，因為卡尼本身啊，他們是內閣制，是透過議會的最多數黨選出的。當他們議長會另外再選一個，但是呢，他事實上他是什麼？他事實上把議會跟行政權做一定程度的結合，所以他是做一個很細節的處理的部分。那再來呢，兩國呢重申啊中加關係的指導原則方向，加方重申長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你看哦，第一個把大家的位階明定之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強調一個中國政策。這
這個我很早就講過了。對中國的外交未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政策叫門檻，不叫條件，沒有交換條件的。你沒有這個門檻，你基本上你不要想說你來中國幹嘛，這個事實上是很強烈的牽制。未來加拿大如果想維持好中加關係的話，會比過去更難在台灣議題上去做那一種連帶表態。什麼叫連帶表態？就加拿大基本上不太會去挑動台灣關係，因為它本身實力也不在那，它本身也不是那樣的一個角色。但是作為附和美國，那是可以做到的，對吧？那就是讓國際上多一個來搞事情的部分。那這一次你一開始第二條就是加方重申其長期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也就是說你未來你會減少它去附和美國挑逗台灣政策的一個問題。雙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進中加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更好創造兩國人民。所以呢，新型戰略夥伴關係這個還不到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不過呢，已經也不錯了。兩國領導人歡迎近期兩國對話取得進展，同意加強各層級交往，推動以下領域取得成果。會見就是簡單寒暄幾句，儀式性的為主。再來呢，宏觀經濟，雙方決定重啟高級別中加經濟財經戰略對話，討論廣泛議題，加強兩邊經濟關係。也就是過去中加經濟戰略對話這個已經提了好多年了。2014年倡議，2017年啟動，2018年舉行，2025年確認高級別交流，然後2020年重啟交流，所以高級別交流進行更深度的來推動，進行廣泛議題討論雙邊經濟關係。也就是說，中加之間的交往跟交流主要透過經濟，並且加強金融戰略。那為什麼是金融戰略呢？等一下要跟大家講。經貿，所以你看宏觀經濟很重要就是要整個大幅度去調整或者是更長遠的去調整中加之間的經貿的關係跟往來。兩國領導同意加強中加經貿夥伴加強磋商解決貿易問題上取得進展，雙方致力於擴大雙邊貿易，加強雙向投資，並具有共同利益諸多領域深化合作。雙方重申兩國企業提供公平的開放營商環境的重要性，致力於通過建設性磋商解決彼此關切經貿，加強中加經貿聯合委員會。兩國領導人歡迎簽署中國加拿大經貿合作路線圖，指示官員推進相關工作。這有沒有一點單個一帶一路的味道在？你這就等於說我來一個更大的一個經貿的合作的一個夥伴圖，而且我透過這個合作路線圖，也就是說我接下來該怎麼做，直接是落實到官員的工作細項上面，我就告訴你他媽就要做了。而且我已經在大項上面我已經簽了一個從聯合聲明下面已經有出現這個路線圖，雙方形成處理雙邊關係問題的初步聯合安排，也是一起來討論。雙方同意加強農業合作和糧食安全，包括重新激活中加農業聯合委員會。農業為什麼那麼敏感呢？應該還不是講到加拿大的天賦稟賦不好嘛？但有一點到加拿大做得還不錯，雖然冷，雖然人口少，但有一件事可以做是什麼事的？就是呢，用機械化推行大量的農耕，主要作物玉米、小麥、大豆這常見就是這3個。來，這裡是整個協議裡面最大的關鍵。中國人民銀行與加拿大人民幣加元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第3期與修訂協議，這個很重要，這個超級無敵重要。這個是一個本幣互換協議總共規模達到多少？2000億人民幣。雖然說不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2000億人民幣的一個本幣互換是什麼意思？代表這整個所有的貿易額，它基本上是什麼？直接用人民幣跟加元、加拿大元就是直接來做互換就可以了。這個就是在美元貿易之外正是因為這個協議的延展講白了，這樣的一個協議是可以直接繞過美元的一個部分。加拿大的位置在美國的正頭頂這個相當於在美國正在推進居度策略、劃分地盤的時候，加拿大跑去跟中國你儂我儂。而且呢，這個本幣互換協議是指雙方的央行互相兜底，也就是說你拿人民幣給我，我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本幣互換協議換加元給你，你拿加元給我，那就等於是給中加貿易裡面的非美元貿易兜了一個底。兜了這個底之後，它能夠撬動的槓桿是更大的。2000億人民幣不是說全年度只能用2000億人民幣，而是在流通量是2000億人民幣，但實際做槓桿的時候，它肯定的量級更高嘛。還有呢，主要還是在美國現在的態度之下，加拿大敢於做這件事情，跳過了 SWIFT， 也就是所謂的金融核彈，促進雙邊貿易投資便利，維護金融穩定。什麼意思？加拿大可以減少被美元綁定的規模了。但是當然這件事情大家也不要太過於放大，說這是不是在挑戰美元霸主地位？但肯定是一部分，但它絕對不是絕對嘛。這個還差的挑戰美元霸主地位，那還很遠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C+N。因為我們之前談了很多嘛，之前我們一直講 G2 嘛， G2 是什麼？ G2 是美國人在提倡的嘛。
但是我說的不是基督，我一直說中國是所謂的 C+N 嘛，什麼是 C+N？ 就是 China 加上其他，就是所謂的多邊主義嘛。那這個也是什麼？全球治理倡議。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中國繼續按照自己的方向跟模式，繼續的來推進多邊的倡議。加拿大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世界一極是沒有錯，但是它可以去創造多邊主義的一個基礎，完善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核心作用。這相當於是給美國啪打個臉，因為最近美國剛剛退出了60幾個國際機構，當中有32個是聯合國機構，甚至還退出 WHO 維護完善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WTO 受到了美國的制裁，這裡面呢，這是其實也是針對美國進行批判，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本來的規則到底是 American rule 還是 International rule？ 它的概念是這樣，是你美國規則還是國際規則？所以多邊主義這一欄其實相當於是在精神上跟美方來宣示，我加拿大支持中國在走這個路，而且你等於說你反對美國的說法，變成你去肯定中國的說法，一來一往跳很遠了。再來，加方重視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有沒有？我就講了嘛，什麼叫 C+N， 什麼叫做全球治理倡議，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叫做中国，对中国觀念來講叫做新天朝觀嘛，其實這都是同一個東西，你知道嗎？雙方共同推動完善全球治理，加快落實聯合國2023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加方支持中國在主辦的2026年亞太經合會會議，期待貫穿全年會議各項活動取得成功，所以他來積極參加什麼 APEC。我的天哪，今年有一個有趣的點啊 ，APEC 到底民進黨的代表能不能來呢？啊，就這樣。卡尼總理對中國人民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加方邀請中方人員在雙方方便時訪問加拿大，中方對此表示歡迎。這一條很重要，所以我為什麼說 G2 表面和諧，中國反攻美國？你看這條你就知道了，關鍵就在這一條，也就是你可以主觀去期待習近平可能會去加拿大。你想哦，4月的時候川普到中國，但是預計11月習近平要去美國。那如果11月才去美國，那我可不可以6月、7月去加拿大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哦。那如果中國去了加拿大，美方還敢這樣施壓嗎？我一樣去北美，但我11月才去你美國，我5月、6月我也先去加拿大。中國其實並沒有放棄西半球的經略，我們可以用經略2個字，經營跟經略是不一樣，這是個伏筆哦，各位。過去中國啊搞的叫經濟啊，現在中國搞的是什麼？現在中國搞的是經略，所以這裡面就很有意思哦。如果他先去美國再去加拿大，那這很正常。那如果先去加拿大再去美國，你覺得川普會怎麼樣？然後大家還記得嗎？我們在禮拜5聊的時候，我講了一個東西，什麼？加拿大總理卡尼跑去達沃斯論壇，不點名的把美國全部批了一遍。第一個跳出來響應是原本在今年1月1號還說給中國加稅的墨西哥，講得好啊！那個墨西哥的總統馬上跳出來呼應卡尼的說法，這是很有意思，各位。那這件事情當然引爆了川普非常的不爽，而且更好笑的哦，其實中國到目前為止哦，很大程度上呢，他並不希望過度的去刺激美國哦，因為既然 G2 嘛，大家各憑本事 ，G2 之下對中國來講是好事啊。表面上的和諧代表什麼？實際上就做生意嘛。中國大陸說啊，中加建構新型戰略夥伴關係不是針對第三方，為什麼呢？因為呢，美國的這個財政部長貝森特啊跳出來罵人啊，中加協議如果越線的話，中國恐挨罰啊。如果加拿大與中國達成協議超過已公布範圍，那中國可能面臨呢包括關稅在內的額外懲罰。那這為什麼呢？因為裡面有幾個點啊，他們認為啊，目前啊中加達成的貿易協議將降低部分貿易壁壘的協議。很簡單，因為美墨加之間是有協定的，如果中加之間達成協議的話，那自然而然會造成說美國的關稅壁壘出現漏洞。而且呢，你有沒有看到川普威脅啊加拿大總理卡尼啊，他說啊，美國將對所有進入美國的加拿大商品加徵100%的關稅，如果你們達成貿易協議的話。但是在這一份的聯合聲明裡面，他們最主要是本幣互換協議，本幣互換協議並不是所謂的貿易協議，但是呢，當中啊確實談到一個重點，叫加拿大同意將中國的電動車進口關稅從100%大幅下調至6.1%，換取中方降低加拿大農產關稅。你看哦，這事才剛談完啊，各位，你就知道中加之間速度有多快，才剛剛磋商完經貿合作路線，所以這叫什麼？這叫是個有效的共同協議，然後馬上就從電動車就出來了。但事實上，對加拿大來講啊，大幅調降電動車進口關稅有什麼問題嗎？完
全沒有問題，因為加拿大自己不生產電動車，加拿大現在沒有所謂有效的電動車品牌，但是加拿大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去出口，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但誰做電動車但做得很爛，做不贏中國呢？隔壁的美國，美國的電動車有，但做得很爛。加拿大有沒有電動車？有，只能進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調降電動車這件事情讓美國當然是很不爽啊。所以呢，這一波啊，我們回過頭來啊，就有一個我們之前講到美國的這個 G2 的邏輯，還記得嗎？格陵蘭跟委內瑞拉拉成一條線，相當於把整個美國東部完全給包起來了。美國的東部呢，在太平洋、西太平洋這一側，到什麼面臨墨西哥灣這一側，到它的核心輻射腹地到加勒比海這一側，這裡面必須被牢牢控制的其中兩大國，一個是北邊加拿大，一個是南邊墨西哥。可是當加拿大去了一趟中國之後，他確實增加了一些底氣，所以卡尼馬上就在達沃斯論壇發表了相對強硬的一個宣言。The power of the less power. 这里為什麼他用法文呢？因為他是在蒙特婁才發表，因為加拿大是一個英法雙語國，所以在蒙特利爾啊或者蒙特婁，他在這邊來進行這個發言的時候，他必須尊重這個蒙特婁的官方語言就是法語啊。而且這裡要順便講一下，蒙特婁或者蒙特利爾所在的魁北克省，它呢是把法語定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啊，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啊。也加拿大常常強調，我跟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哎呀，我們是英法雙語啊，是這樣的概念。 We live in a great power rivalry. Bu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e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must suffer what they must. For countries to go along to get along, to accommodate, to avoid trouble, to hope that compliance will buy safety. Well, it won't. 這一段真的是夠硬核啊，基本上就是對着美國嗆啊，誰給他底氣？去了一趟中國回來就發表這個言論，所以美國為什麼很不爽？前2天川普才講說，任何人可以跟中國達成協議就去吧，中等強國應該尋求自己的出路，不應該都是順從。中國並不會要求你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但是你要來跟我交往，你必須符合一中政策。這中國邏輯是這樣，你來找我，那你請你符合我的規矩吧。但是我去找你，你不符合我的規矩，那我大不了不去找你，我並不會強迫你要不要。就反正跟我交往，我的基本門檻就一件事，就是你必須要有一中政策，這是最基本的門檻。那至於其他的，那我們是很廣泛交流的。美國不一樣，你來找我不只要這個要那個要這個要那個，你還得服從我，你還得被我割韭菜，你要計算你可以提供我多少利益，這差異是非常大的。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 And his answer began with the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e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n't believe it. No one does.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 哇，這真的是難怪會全場鼓掌。每個人都假裝順從美國，但事實上有大家真的在順從美國嗎？確實，這個卡尼有2把刷子。其實從卡尼當選的時候，我就有跟大家分析過這個人。只是因為加拿大確實在今天的國際秩序當中，過往總是被人家當成美國的完全小弟。好，不能叫小弟，還叫完全小弟。什麼是完全小弟？完全跟着美國走。 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 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 哇塞，他向全球呼籲。達沃斯論壇本名叫做世界經濟論壇，因為他在達沃斯舉辦，所以叫達沃斯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現場就是企業家跟各國領袖。他說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就是說國家、企業跟國家應該撤下標語。什麼標語？美國好棒棒，美國好強大，我們好害怕美國啊！這個人是個硬咖，這個人真的有點能力啊。 4 decades. 有沒有看到大家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啊？從頭到尾沒提到美國，倒是告訴大家起身看報。而且我覺得他覺得這個例子真的很屌，大家都在玩虛假遊戲，假裝服從以求順從，貼上那標語說我很服從，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虛假遊戲。等到有一個人撤下這個標語的時候，如果這就是個破碎的開始，也就是只要開始有人向美國說 no， 美國還可以繼續這樣壓霸嗎？其實已經有人把它撤下來了嘛。但是這個人一個過去也不咋掛，就是中國，因為中國過去事實上並沒有對美國掛上服從的標語。所以這句話或這整段話說給誰聽？不僅是說給全世界聽，更是說給是美國的西方盟友們聽。而加拿大卡尼他願意做第一個撕下標語的人，這真的是很有意思。So we placed the sign in the window. 所以他們曾經也把什麼這些標語貼在窗戶上，因為提供這些秩序雖然有虛假成分，但是最強者他確實提供了這些相關的服務。 We participated in the rituals, and we largely avoided calling out the gap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 那他說什麼？他們也願意盡量的彌合在現實跟虛假之中當中的差異。講白了，就是全球化的秩序是美國提供的，雖然美國常常會在這個秩序裡面常常多蹭一點，但是呢，作為我們至少在這個帶來的繁榮嘛，雖然美國會多蹭一點，但至少還是對我們帶來繁榮，所以我們願意
跟進這樣的虛假秩序。This bargain no longer works. 這一種交易已經不再奏效了。美國雖然蹭了一點方便，但大體有用，我們還是得到繁榮。而現在不再奏效，這相當於加拿大對現在的美國霸權，也就是相當於對川普上來之後破壞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場直接性的宣告。林北北跟吶，我不跟你玩了，我不爽了。Let me be direc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upture, not a transition. 我們在什麼？在一場斷裂之中啊 ！Rupture 应該是数而斷裂，也就是美國突然之间給你翻桌，全球化的秩序已經GG了。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用一個角度去解析啊。現在的歐盟，包含日本，甚至包含原本的加拿大、墨西哥等美國的一眾的小弟盟友等等的，都在假裝美國的霸權啊還在，只是美國缺席了，而美國會回來的。什麼時候回來呢？等到川普下去之後，他就會回来了。所以他們在死撐待變。我們幹嘛繼續假裝美國會出現會回來？這已經斷了 ，you know 斷了。這不是個轉型啊，它其實是直接挑白了跟一些非美國的所謂的盟友。這些盟友當然包含歐盟啊、G7 啊，甚至包含墨西哥啊，當然也包含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日本、意大利這些國家，他在呼籲這些。你看清楚狀況。我認為卡尼是有遠見的。我之前也跟他分享過，我的概念是什麼？我不認為川普 2.0 下去以後，新上來的美國的民主黨總統或者是共和党總統就會改變現在的狀況。Hegemons cannot continually monetize their relationships. Allies will diversify to hedge against uncertainty. 哇塞，哇塞，他講的超直白耶！這個我看到這個講最直白的。他說，霸權國家無法持續的透支其盟友關係啊，這相當於是懟着美國人臉上講。你他媽的整天吃我人血饅頭，你到底想怎樣？然後呢，他說他經過多元化的布局來去不確定，所以你看。他這個是不是就跟我剛才講的強調多邊主義，這是全部都有互相輝映的一個部分。Sovereignty that was once grounded in rules but will increasingly be anchored in 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 This room knows this is classic risk management. 這個人講話也是挺妙的。這個房間裡面的人都知道，這個是個典型的風險管理策略，也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顆籃子裡嘛。為什麼要多元化呢？因為你現在搞我嘛。那你等於是犧牲我的利益，所以我來一個典型的風險管理，意思是說，就算笨蛋都知道得這麼做，但這是懟着美國人的臉在講，因為美國人現在就是，各位啊，你們都是白痴，好不好？利益我最大化，而且這個笑容也挺有趣的，嘴角微微上揚。他就在這個陰陽美國。Risk management comes at a price. 啊，你看風險管理是有代價的。But that cost of strategic autonomy, of sovereignty, can also be shared.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resilience are cheaper than everyone building their own fortresses. 他這個已經是相當於是呼應大家一起站起來了。因為你如果自己搞堡壘的話，你自己去做風險控管，事實上以加拿大的國力是沒有辦法做到，所以他意思是說大家一起來搞集體的一個部分。Shared standards reduce fragmentations. 直接要來進行所謂的統一標準。為什麼要叫統一標準呢？因為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這些中型國家大家的中型強国都這集結起來，我們來制定共同標準的話，我們可以創造共同的堡壘保護自己。因為現在如果跟美國同一個標準的話，那美國就會控制這個所有的標準嘛。That by simply building higher walls, or wh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more ambitious. 本来是筑高牆，意思是說，如果呢你只是對美國進行所謂的關稅對等啊這種防範措施的話是沒有效的。Now Canada was amongst the first to hear the wake-up call. 這是他自己點名自己耶，他說我是最早覺醒國家，意思是什麼？因為他其實已經有擦邊點名美國，因為他剛才擦邊點名美國是說美國的霸權讓這個體系很好的維護運作，所以大家願意在他的櫥窗上面貼上那一個我願意遵守這個規則的牌子。雖然在這個體系下面呢，美國人偶爾會吃我們豆腐，但是呢雖然被吃豆腐，但整體來說我還是在這個體系裡面受惠良多嘛，所以偶爾被你吃豆腐就算了。但今天呢，你啥都不假了，你連演都不演了，然後呢，肆無忌憚的吃我，你都不是吃豆腐了，你是把我吃乾媽淨。所以呢，我們應該要改變這個，我們應該大家團結起來。When middle powers criticize economic intimidation from one direction but stay silent when it comes from another, we are keeping the sign in the window. 他意思是說，每一次這個大國競爭的時候，然後我們呢都只批評中國，但是我們對另外一邊的恐嚇是沉默。什麼意思？美國弄我們我們都假裝沒看到，都假裝安靜，然後繼續，我們繼續貼告示我最乖，我最乖。面對中國強硬無比面對美國沉默無比Rather than waiting for the old order to be restored, it means creating institutions. 哇塞，这個意思就講很白了嘛，不要再等待舊秩序恢復，不會再來一個拜登，就來一個拜登也沒用。川普1.0創造了撕裂，拜登有恢復嗎？沒有。這真的是太精彩了，好吧？其實你基本上你把它跟中加聯合聲明串在一起看之後，
你可以得到一個很直白的一個圖譜。加拿大這個作為美國最緊密盟友，基本上就完全是倚着美國，對美國毫無威脅的國家，都被美國這樣子搞的時候，加拿大人不是選擇更加的順從，更加的卑躬屈膝，而加拿大人選出了卡尼，而卡尼正是不跟進杜魯道溫順的一個策略的一個總理，而導致加拿大在上次的選舉當中擊敗了原本高強度去學習川普的保守黨領袖，就最後呢讓這個加拿大自由黨重新大勝。當然他的策略就是呼籲這些中等強英法德意大利，然後呢可能包含像是巴西啊，然後甚至呢包含什麼日本啊，日本一定有了哈，这些国家大家一起团結起來，只要我們团結就不會害怕美國，他就敢站着說話，而且他告訴大家說我要做第一個，我是第一個把鑰匙撤下來，大家勇敢一點啊！這個全球的秩序就要再進入一個非常動盪的時期。美國繼續在 G2 上做局啊，但是 G2 能不能夠風平浪靜呢？加拿大去找了中國，而中國呼應了加拿大，並且也沒有放棄盟友的情況之下，所以我才說 G2 叫表面和諧。川普不敢對中國插出什麼批評，但是他對於那些去找中國合作的國家，他是會非常嚴厲的。那這個什麼意思呢？現在整個戰略形勢已經不是停留在第一島鏈了，而是更加往回推到美國的本土，這叫綜合交錯。所以這個做出頭鳥的不是別國，不是歐洲，不是德國，不是日本，竟然是加拿大。這個我們的意象之中好像比較弱，而且基本上被美國作為附庸國的存在，而且他得到了多數選票的支持啊，這就是我們要講的。G2 的表面和諧，其實過去幾年中國在全世界上的布局也再次的說明了一個事情，就是世界體系不是只有美國，中國有自己的體系，也有自己的意願，願意去把這個體系給貫徹、給打造。那這一些所給予的一個底氣，正好加拿大總理就來了之後就把它發展出來。這就是我們今天大使觀要給大家的一個視野跟視角。